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去面试当天，隔壁女生给我递纸条：“你好，我看了一下你的简历，你是专科生吧？我们这个岗位是管理层，我们5位都是985、211的，而我是海归博士。我建议你还是直接回家再找吧，这样也不用浪费我们的时间。更何况，我们不仅学历高，还都有关系，基本上就是走个流程。你真没戏。”见我不为所动后，其中一个暴脾气女生竟直接开了直播：“家人们，来我舅舅公司面试走流程，结果碰到了个不自量力的大专弟，他就这么死皮赖脸，浪费大家时间。这种人，流水厂都不要他。”闻言，我没说话，只是仔细打量着他。舅舅？哪个舅舅？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家的公司里出了个权力这么大的舅舅。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电梯门打开的瞬间，18楼面试等候区的气压低得让我窒息。5个穿着定制西装、妆容精致的人坐在沙发上，其中那位戴着金丝眼镜的女生林薇正低头翻阅我的简历，指尖在专科2字上停顿了2秒，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轻蔑。我攥了攥拳头，指甲几乎嵌进掌心。盛华集团市场部管培生的招聘启事上明明写着大专及以上，我揣着自考本科证书和3份实习报告，却像个误入天鹅湖的丑小鸭。同学，林薇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足够让周围人听见。你的简历我看完了，专科毕业，自考本科，实习经历是小电商公司的客服和助理。他将简历推回来，动作带着施舍般的随意。我们这个岗位是管理层储备，我是剑桥大学市场营销博士，他们4个分别是清北复交的硕士。他指了指旁边的2男2女，后者立刻露出配合的居高临下的微笑。黄头发的女生张萌接话，语气像在逗弄宠物：“不是我说啊，弟弟，这楼层的地毯都比你的学历贵。我舅舅是市场部副总，来这儿就是走个流程。你呢，连实习经历都拿不出手，来这儿凑什么热闹？”另一个男生李哲嗤笑：“盛华的门槛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跨的，我建议你直接去流水线，那儿可能更适合你。”我没说话，只是将简历仔细折好放进包里。专科的标签像块烙铁，烫得我皮肤发疼，但我清楚此刻争辩只会显得更狼狈。这时 HR 主管王杰走了过来：“各位同学，抱歉久等了，面试官临时有个紧急会议，需要再等半小时。”张萌立刻站起来，掏出手机对准我，屏幕上盛华面试现场的直播标题格外刺眼：“家人们，给你们看个乐子，今天遇到个专科弟，非要来盛华应聘管培生，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弹幕瞬间滚动起来：“专科，盛华疯了还是他疯了？小姐姐好美，舅舅是副总，厉害了，这男的脸皮真厚，赶紧回家吧。”张萌得意地把镜头对到我脸上：“看到没？就这哥们还说自己有能力呢，我看啊，连给我们提鞋都不配。”林薇推了推眼镜，补充道：“话不能这么说。”他转向我，语气温和却字字诛心：“同学，我是为你好，职场很现实，学历是敲门砖，你这块砖太薄了，砸不开盛华的门。现在离开，还能保留点尊严。”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半小时后，面试官终于出现，是市场部总监刘叔，我爸的老部下。面试过程
比我想象中顺利。刘叔问的几个案例分析，我都结合实习经历给出了方案，但我能感觉到林薇和张萌等人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充满了嘲讽和不耐烦。临走前，刘叔拍了拍我的肩：“小陈，等通知吧。”张萌立刻在直播间里起哄：“家人们听到没？等通知就是没戏的意思。”我就说吧，专科生就是来搞笑的。3天后，我接到了录用通知，入职手续办完。王姐带我走进市场部办公区时，林薇和张萌等人的表情像见了鬼。不可能，他怎么会通过？张萌失声喊道。直播间已经悄悄开启，林薇迅速恢复镇定，却在我经过她工位时，故意将一杯咖啡不小心泼在我裤腿上。哎呀，抱歉啊，手滑了，咖啡渍滚烫。我咬着牙没吭声。王姐尴尬地递来纸巾：“小陈，你先去洗手间处理一下，我带你去领工装。”洗手间里，我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裤腿上的污渍像个耻辱的印记。这时，张萌和另一个女生李娜走了进来，对着镜子补妆，嘴里却不闲着。有些人啊，就是走了狗屎运，以为进了盛华就了不起了。张萌对着镜子翻了个白眼，李娜附和道：“就是一个专科生，在盛华就是个底层蝼蚁。指不定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呢。”我处理完污渍，走出洗手间，正听见林薇在工位上大声说：“听说这次管培生招了个专科的，也不知道这儿怎么想的，这不是拉低我们部门的学历水平吗？”周围响起一阵低低的笑声。我攥紧拳头，走到自己的工位，角落靠窗的一个小格子。桌上堆满了前任留下的杂物。在我面试前，我已经跟我爸保证过了，绝对不会作妖惹事，所以这口气我忍。我读专科不是因为我笨，而是因为高中时叛逆，不爱学习，高考失利。后来我意识到了错误，专科期间拼命学习，还自考了本科，并且积累了不少实习经验。我相信自己的能力足以胜任这个管培生的岗位。第1天的工作是熟悉公司系统，我正埋头操作，林薇走了过来，将一摞厚厚的文件砸在我桌上：“小陈，这是上个月的市场调研报告，你帮我整理一下，下午下班前给我。”我看了看那摞至少5公分厚的文件：“林博士，我现在需要熟悉系统，让你做就做，哪那么多废话？”林薇打断我：“怎么，刚来就想偷懒？还是说专科生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张萌在旁边阴阳怪气：“就是别给脸不要脸，能进盛华就不错了，还挑3拣4的。”我没再争辩，默默拿起文件开始整理。整整1下午，我没喝一口水，没上一次厕所，终于在下班前把整理好的报告递给林薇。她随意翻了翻，随手扔回给我：“格式不对，重新弄。”“哪里不对？”我问。“我让你重新弄就重新弄，问那么多干嘛？”林薇不耐烦地挥手：“赶紧的，别耽误我下班。”那天我加班到晚上9点，重新整理完报告，林薇已经走了。我把报告放在她工位上，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办公楼。晚风吹在脸上，带着一丝凉意。我想回去跟我爸诉苦，可是一想到当初我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努力从基层做起的样子，打消了找我爸的念头。只是接下来的日子，霸凌和孤立成了常态。林薇总是把最繁琐、最耗时的杂活交给我，打印、复印、订外卖、取快递，甚至让我帮他遛狗。有一次，他让我去隔壁写字楼取一份文件，
我冒着大雨跑过去，回来时浑身湿透。他却嫌我耽误了时间，把文件扔在地上。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要你有什么用？张萌则热衷于在直播间分享我的糗事。家人们，给你们看专科弟今天又干了什么蠢事。他偷拍我班打印纸时差点摔倒的样子，配上文字力不从心的专科生，弹幕里的嘲讽像潮水一样涌来，让我胃里一阵翻腾。李哲和另一个男生王浩则负责在工作上给我使绊子。一次小组讨论方案，我提出了一个基于用户调研的创意，李哲立刻反驳：“你的调研数据从哪儿来的？不会是路边随便问的吧？”专科生的思维就是这么低端。最让我难受的是孤立。部门聚餐，他们故意不叫我。茶水间里，我一进去，原本热闹的谈话就会突然中断。分配项目时，他们总是把我排除在外，让我一个人做边缘性的杂物。有一次，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参与核心项目的机会，负责数据分析。林威却在我提交报告后，当着总监的面指出几个低级错误，说我数据造假。我据理力争，拿出原始数据和分析过程，林威却冷笑：“数据这种东西，谁知道是不是你为了迎合结论瞎编的？专科生的学术诚信本来就值得怀疑。”总监虽然没多说什么，但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疑虑。那天晚上，我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无力。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就发现电脑被人动了手脚，所有文件都被删除，连备份都不剩。哎呀，不好意思。张萌嚼着口香糖，昨晚加班不小心碰到你电脑了，你不会介意吧？李哲在旁边冷嗤道：“自己不保存好，怎么能怪你呢？”萌萌，我握紧拳头，想起入职前向爸爸保证过要靠自己能力证明价值，硬生生把怒火压了下去。没关系，我可以重做。真是好脾气呢。张萌突然提高音量：“大家快看，专科生的忍耐力就是强，难怪适合干脏活累活。”办公室里响起零星的笑声，我的后背渗出一层冷汗，但脸上保持着平静。中午我一个人在楼梯间吃便当，听见门外林威和张萌的对话。那小子肯定走了什么后门。张萌说：“无所谓。”林威冷笑：“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待不下去。对了，你舅舅知道这事吗？”“当然，舅舅说会特别关照他的。”我放下筷子，眉头紧锁。张萌所谓的舅舅到底是谁？小虎文档防盗印，找点书机器人选小虎，稳定靠谱，时薪对勾不踩坑。我爸的公司高层里可没这号人物。下午部门开会，总监让每个管培生汇报近期工作。轮到我时，我刚打开 PPT， 林威就举手打断：“总监，我认为陈默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不足以胜任核心业务，建议让他先从基础行政工作做起。”总监皱眉：“林博士，公司既然录用陈默，就说明认可他的能力。”可是林威还要说什么，就被总监打断了。“好了，有什么话等会后说。”林威狠狠瞪了我一眼，不情不愿地坐了回去。为了这个项目，公司开展了一次庆典。我前一天晚上跟爸爸保证了，这次一定会证明自己。庆典前3天，我负责的物料清单被林威不小心洒了墨水，字迹模糊不清。我连夜重新核对库存，却在第2天发现仓库钥匙不翼而飞。张萌在直播间晃着钥匙串笑：“家人们，猜猜我找到了什么？”
专科弟的钥匙哦，不知道他没钥匙怎么进仓库呢？我报警的心都有了，但想到父亲叮嘱的低调，只能压下火气去配钥匙。当晚加班到10点，刚锁好仓库门，就接到张萌的电话。他用嗲声嗲气的语气说：“小陈，我忘了拿明天要用的嘉宾名单，你帮我开下仓库呗。”我忍着怒气返回公司，却发现张萌和李娜正蹲在仓库角落，手里拿着剪刀，对着背景板比划。听见动静，他们慌忙藏起剪刀。张萌还假装惊讶：“哎呀，你怎么来了？我们在找名单呢。”我没戳穿，只冷冷地看着他们离开。第二天一早，仓库果然出事了，背景板被划得稀巴烂，签到台的鲜花被踩成泥。林威带着 HR 和总监冲进来时，张萌立刻举着手机直播，镜头扫过狼藉的现场，最后定格在我脸上。家人们，专科弟把庆典搞砸了，他肯定是嫉妒我们。总监皱着眉，沉默。你负责看管仓库，现在物料被毁，你必须给个解释。林威推了推眼镜，语气公正。监控显示，昨晚只有你最后离开，不是你是谁？我猛地抬头，仓库监控不是死角吗？哦，你怎么知道是死角？李哲立刻抓住漏洞，不是你干的。你怎么对监控了如指掌？弹幕在张萌的直播间疯狂滚动。实锤了，自己暴露了，专科生就是心术不正，赶紧开除，别玷污圣华。我攥紧拳头，指甲嵌进掌心，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总监最终也只是叹了口气，算了，重新做吧，只要熬个夜，还是来得及的。话落，那几个排斥我的人立刻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林威直接尖叫出声：“总监，陈默到底是谁家的亲戚？总是被优待，我们都累了这么久了，非要被他一个专科生连累吗？”就连张萌开的直播里的弹幕都在喷我：“什么废物专科生，自己做不好还要连累我们家爱播。”我看啊，他根本就是嫉妒别的高材生才会心生妒忌吧，太恶心了这种人。总监瞪了林威和张萌一眼：“你们要是不服气，可以不做，但是你们能不能继续留在公司，就看你们表现了。我们都是一个公司的人，是一个团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不懂吗？”林威和张萌大概是被总监吓到了，只能讪讪闭嘴，只是看我的眼神淬了毒。晚上，虽然总监交代了我们要一起做，但是除我之外的人都聚在一起开黑。快救我啊，李哲！你一直待在下路做什么？不会是对我们家微微有什么想法吧？张萌暧昧地笑着。李哲立刻辩解：“你干嘛胡说啊？我只是看下路劣势，去帮他一下。”林威立刻发出了爽朗的笑容。只有一个不跟他们玩游戏的同事小声道：“我们在这里玩，不帮陈默，不好吧？”林威翻了个白眼，这点事本来就是该他做，谁让他故意破坏的？那人立刻噤声，我想他也是不敢得罪这些人吧。我继续埋头苦干，当我干完的时候，已经凌晨4点了。再看刚刚信誓旦旦跟总监保证要跟公司共进退的那群人，早早的离开了。我揉了揉发酸的脖子，准备回家，只是才走2步，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我给自己打气，这毕竟是我自己家的公司，就算是受了委屈，也是为了我的公司。回家之后，我实在太累，倒头就睡。只是感觉才刚刚闭眼，闹钟就响了。我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连早餐都顾不上吃。我跑出去的时候，只听到身后我妈无奈嗔怪我爸：“老陈，你看都怪你，非要让儿子去什么基层锻炼，
现在孩子瘦得跟什么似的，眼袋都要掉地上了。我爸假装严肃，我的儿子必须要有能力，有担当，不然我怎么放心退休？我怎么会不知道我爸的良苦用心呢？我心里那点退缩的想法立刻消失殆尽。来到公司，我刚刚走到自己工位前，便看到了那刺眼的红色专科废物4个字。我的桌子上、椅子上用红色马克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这样恶毒的文字，我气得手都在抖。而林薇和张萌则是发出掩盖不住的笑声。李哲也在旁边看笑话。总监走了出来，看到我愣在原地，眉头一皱，顺着我的视线看向我的工位，立刻变了脸色。你们谁干的？没有人承认。那群罪魁祸首头低得跟鹌鹑似的，要是让我查出来是谁，别怪我不客气。我们公司容不下这种害群之马。总监，您一而再再而三地维护沉默，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都是高材生，我们只是觉得跟这样的废物在一起拉低我们的档次。林薇还要说什么，门突然被推开，所有人齐刷刷站起来。我爸带着几位高管走了进来。董事长好。我爸点点头，目光扫过众人，在我身上停留了1秒。刘叔赶紧介绍，这是新来的管培生们。林薇立刻上前一步，董事长您好，我是剑桥大学博士林薇，目前负责。我爸抬手示意他停下，径直走向我的工位，那里被人用红色马克笔涂满了专科废物的字样。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冷得像冰。办公室鸦雀无声，张萌脸色惨白，手机从口袋里滑出来，屏幕还停留在直播页面，标题赫然写着围观盛华专科小丑。我深吸一口气，从电脑上调出一段监控视频，画面清晰显示早上人还没来之前，张萌在我的工位上涂鸦的全过程。这不可能！张萌尖叫。那段监控应该已经……他猛地捂住嘴，但为时已晚，应该已经被你舅舅删了，是吗？我平静地问，顺便问一句，你舅舅到底是谁？我父亲的公司里好像没有这号人物。你父亲？林薇的声音突然尖利起来。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陈默，他坚持要从基层做起，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张萌直接瘫坐在地上，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爆炸，卧槽反转，踢到铁板了，哈哈哈！刚才骂人的喷子呢？林薇的脸色由白转青。董事长，这是个误会，不必解释了。我爸转向刘叔，通知人事部，这几位员工的试用期提前结束。董事长，林薇失控地喊道，我是剑桥博士，他不过是个专科生，学历只代表你的学习经历。我爸冷冷地说，而你的所作所为，证明你连最基本的做人道理都没学会。走出办公室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面如死灰的林薇和张萌，曾经让我喘不过气的学历枷锁，此刻突然变得轻如鸿毛。手机又震了一下，是爸爸的新消息，晚上回家吃饭吗？妈妈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我微笑着回复，好，正好有事想跟您商量。我想继续进修 MBA。抬头望向窗外，阳光正好。我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我爸离开后，市场部陷入了诡异的寂静。张萌瘫坐在地上，精心打理的黄发凌乱地贴在惨白的脸上，林薇的金丝眼镜歪在一边，镜片后的眼睛瞪得老大，活像条被冲上岸的鱼。我弯腰捡起张萌掉落的手机，直播间人数已经突破10万，弹幕疯狂滚动。今天大反转，
刚才骂人的出来挨打，太子爷微服私访记，关掉吧。我把手机递还给张萌，他颤抖的手指怎么也点不准关闭键。刘叔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小莫，去我办公室聊聊。”经过林薇身边时，我听见他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像是被什么堵住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剑桥博士，此刻像座被抽走骨头的雕塑。总监办公室的玻璃门一关上，刘叔就长舒一口气：“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你爸要是知道……”刘叔，我打断他：“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当太子爷的。”窗外，人事部的同事已经开始收拾林薇和张萌的工位。张萌哭的妆都花了，正拽着 HR 的袖子求情：“我舅舅真的是副总，你们去问张小姐。” HR 冷着脸：“我们查过了，公司高层里没有你的亲属，虚构关系是严重违纪行为。”我转开视线，这场闹剧该结束了。下班时，我在电梯口遇到了市场部总监赵明，这个平时眼高于顶的中年男人，此刻笑得像朵向日葵。“小陈啊，怎么不早说你是董事长的公子？明天有个重要项目会议，你一定要参加。”赵总监，我按下电梯按钮，我还是想做基础岗位，从最底层学起。他的笑容僵在脸上，这怎么行？电梯门打开，我快步走进去，将他错愕的表情关在门外。走出公司大楼，夕阳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手机震动，是大学室友王浩发来的消息：“莫哥，听说你今天在盛华上演了一出好戏，视频都传疯了。”我皱眉回拨：“什么视频？就那个直播啊，有人录屏发网上了，现在微博热搜第3，井号盛华太子爷遭学历歧视。井号。”我头皮一麻，赶紧打开微博，果然话题下已经炸开了锅。最热的一条视频是张萌直播的录屏，配文：“海归博士嘲笑专科生，结果对方是公司太子爷。”评论区两极分化，学历歧视太恶心了，活该，呵呵。最后还不是靠爹，专科生就是专科生，装什么装？我深吸一口气，关闭了 App。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料，家里的餐桌上摆满了我爱吃的菜，妈妈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多吃点，都瘦了。爸爸坐在主位，看似专注地吃饭，但我知道他一直在观察我。爸，我放下筷子，今天的事先吃饭。爸爸夹了一块排骨放在我碗里，吃完饭去书房说。书房里，爸爸泡了2杯茶，袅袅热气中，他的表情显得柔和了许多。为什么隐瞒身份？他开门见山。我抹撒着茶杯，确实，当初我只跟我爸说我要证明自己，也从没说过我要隐藏身份，不然我爸不会把我真实身份告诉刘叔。我想凭自己的能力获得认可，而不是因为我是您儿子。爸爸轻笑一声。结果呢？我失败了。我坦然承认，如果不是您今天出现，我可能已经被逼走了。不，爸爸摇头。你通过了正规面试，在遭受不公待遇时保持了克制，还收集了证据，这些都很成熟。我惊讶地抬头，但是爸爸话锋一转，你太理想主义了，职场不是考场，不是单靠能力就能赢的。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文件，看看这个。文件上是林薇的简历和入职评估报告。我越看越心惊，他在剑桥的博士学历是假的，不止他。爸爸冷笑，那个张萌，所谓的舅舅，是我们竞争对手公司派来的商业间谍，他们早就盯上你了。我后背一阵发凉，所以今天您突然来市场部，不是巧合。
爸爸目光如炬，我本想提醒你小心，没想到正好撞见那一幕。窗外一轮明月高悬，爸爸拍拍我的肩，现在你明白了，职场如战场，有时候身份不是特权，而是保护自己的武器。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爸，我想换个方式证明自己。哦，让我去分公司，从最基层做起，不透露身份，就用沉默这个名字。爸爸沉默良久，突然笑了。好，这才像我儿子，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每周回家吃顿饭。你妈想你想得紧。走出书房时，妈妈正在客厅看电视，新闻里正在报道今天的热搜事件。画面切到盛华集团大门外聚集的记者。儿子，妈妈忧心忡忡地问，明天还去上班吗？我看了看手机，公司群里已经炸开锅，无数条艾特我的消息。林薇和张萌被开除的公告高高置顶。去，我坚定地说，但不是以太子爷的身份。第二天一早，我穿着普通的衬衫牛仔裤，从盛华集团的后门悄悄进入。电梯里，我按下的不是市场部的楼层，而是人事部所在的12楼。人事总监李姐已经等在那里，她递给我一份新合同。陈先生，按照董事长指示，这是您的新岗位安排。我翻开合同，职位一栏写着盛华集团华东区销售代表实习，华东区在杭州。李姐解释道，您将以普通应届生身份入职，没有人会知道您的背景。我郑重地签下名字，心中涌起一股久违的期待，这才是真正的开始。离开总部大楼时，我在大堂遇见了前来办理离职手续的林薇。她看到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眼神复杂。我主动走上前，林小姐，祝你好运。她嘴唇颤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想证明。我平静地说，学历不代表一切。再见。走出大门，阳光正好，我掏出手机，给爸爸发了条消息，已出发，勿念。杭州将会是我的新战场。抵达杭州分公司时，正是盛夏，出租屋的空调吱呀作响。我对着镜子整理皱巴巴的衬衫，这是我在夜市花50块买的。入职第一天，销售主管老王上下打量我，叼着烟卷吐了个烟圈。新来的，沉默是吧？学历大专。我刻意省略了自考本科。老王嗤笑一声，把一叠泛黄的客户名单摔在桌上。这些是没人要的死单，月底前搞定3个，不然滚蛋。名单上的客户大多标注着油盐不进被拒10次以上。同组的姑娘李雪凑过来，小声提醒，别介意。王主管就这样。对了，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本地专科。我埋头翻名单，他没再说话，眼神里那点刚想释放的善意，像被针扎破的气球。接下来的日子，我骑着2手电动车穿梭在杭州的大街小巷，30几度的高温里，西装外套被汗水浸得能凝出水，皮鞋磨破了脚跟，被保安从写字楼赶出来时，被客户泼过冷水时，被同行嘲笑专科也配做销售时，我总会想起在盛华总部被淋咖啡的那个下午。一次拜访城西的建材老板，对方是个光头壮汉，不等我说完就把资料扔到地上。盛华，我只跟总部的经理谈。滚！我没走，默默捡起资料，又从包里掏出份竞品分析报告。张老板，您上周在行业群里吐槽的供应链问题，我或许能帮上忙。他愣住了。3小时后，我顶着暴雨走出他的办公室，
手里多了份3个月的试订单。回到出租屋，我才发现脚底的水泡全破了，血渗进袜子里。月底业绩排名，我以7单的成绩位列小组第1。老王把我叫到办公室，扔来包烟：“小子，有点本事，下周跟我去见个大客户。”大客户是家连锁商超的采购总监。会议室里，我看到了个熟悉的身影，林薇。她穿着职业套裙，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胸前的工牌写着竞品公司区域经理。四目相对时，她的脸色瞬间煞白。老王没察觉异常，热情地介绍：“这是我们盛华的黑马销售陈默，这是林经理。”林薇强装镇定，伸出手：“陈先生，幸会。”他的指尖在发抖。谈判进行到一半，林薇突然打断：“据我所知，盛华近期管理层动荡，怕是难保供货稳定吧？”他刻意瞟向我，毕竟连录用标准都能降低到专科水平。商超总监皱起眉。我翻开笔记本，调出盛华华东区的产能数据和新仓库规划图。林经理可能不太了解，盛华杭州分公司今年的增长率是117%，并且刚刚签约了萧山堡税仓。至于学历，我看向林薇。我同事李雪是浙大硕士，上个月被我这个专科生抢了3个大单。林薇的指甲掐进了掌心。最终，商超总监把年度订单给了盛华。走出会议室，林薇在楼梯间拦住我：“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我看着他干裂的嘴唇，“只是提醒你，职场不是靠学历霸凌的地方。哦，对了，你简历上的剑桥项目经验，我上周跟剑桥校友圈核实过，查无此人。”他踉跄着后退，扶住墙壁才没摔倒。年底，我以分公司销冠的身份回总部述职，走进熟悉的18楼。曾经嘲讽我的工位，如今坐着新人。看到我时，眼神里满是好奇。刘叔把我拉到茶水间，压低声音：“你爸可算等到这一天了。其实啊，林薇和张萌背后的舅舅是你爸故意放的烟雾弹，就为了逼你跳出舒适区。”我愣住了，推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父亲正在看我的述职报告，嘴角噙着笑：“杭州的水泡没白磨，所以那场霸凌也是您。我只知道你在盛华受了委屈。”父亲合上报告：“但怎么反击，是你自己选的路。”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华东区总经理的任命书，明天生效。我没接，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份 MBA 录取通知书。“爸，我想先去上学。”父亲看着通知书，沉默了很久，突然笑出声：“好。”像我2年后，我以盛华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监的身份，在一次行业峰会上遇见了林薇。他指了指旁边的2男2女，后者立刻露出配合的居高临下的微笑，而因陈总监，他主动举杯：“当年的事，对不起，都过去了。”我与他碰杯：“听说你现在做的社区团购项目，帮了不少农产品滞销的农户。”他惊讶地抬头，我笑了笑：“职场的输赢从不在学历标签，而在你是否始终记得，能力之外还有良知。”走出会场，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手机响起，是杭州分公司的李雪发来消息：“莫哥，我考上浙大 MBA 了，谢谢你当年那句话。”我抬头看向盛华集团的大厦，玻璃幕墙上倒映着城市的万家灯火。曾经以为学历是天堑，后来才明白，真正的门槛从来都在你自己心里。至于那些曾经的嘲讽与霸凌，
不过是成长路上必须跨过的一道矮墙。偶尔，我还会想起那段被霸凌、被孤立的日子，那些嘲讽和刁难像伤疤一样留在记忆里，但也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强大不是靠身份和背景，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韧性。临走前，我负责的第一个独立项目成功上线，数据远超预期。庆功宴上，刘叔举杯向我祝贺：“小峰，好样的，果然有董事长的风范。”我笑着举杯回敬：“是我爸给了我机会。”窗外的夜景依旧璀璨，盛华集团的 logo 在夜空中闪烁。我知道，我的事业必须要在充实自己以后才可以开始。未来还有很多挑战，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明白，当我用实力说话时，那些曾经的偏见和歧视都会变成过眼云烟，而真正能站稳脚跟的，从来不是谁的儿子，而是我自己。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